他们意思是说吃牛会衰，这是真的吗？很多人呢会靠不吃牛肉来求好运。那现在大学考试入学也快到了，我有一个朋友的女儿，她最近都在准备考试。那她呢就有跟几间那个大庙的菩萨许愿，说她在考前之前她都不吃牛肉，希望菩萨呢能够保佑她考试顺利。那不吃牛肉真的可以帮助考运吗？今天这一集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解析3种情况，大约让大家了解说，我到底可不可以吃牛肉，以及解析各种动物的灵性。那吃牛肉是真的会衰吗？吃牛肉真的是会让运气变差。那以灵学来讲的话，为什么我们吃牛肉会比较衰？因为他们在经过被屠宰的时候，他们的灵是惊恐不安的。那这一股怨气呢，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来影响我们。那基本上屠宰的人会有杀业那吃的人当然会有少部分的共业。那但是有的比较特殊案例譬如说身体呢非常缺营养的那医生会指导说，你要多吃牛肉，因为牛肉的铁质比较丰富，那这个是被允许的。那如果说以灵性啦、以灵学、以灵性来说都是不建议吃牛肉。那为什么呢？基本上从我学灵学开始呢，我就有一个认知就吃牛肉会得打那八卦，我们的运气在行走的时候那个气会被阻塞。如果说你真的觉得运气比较不好的时候，那我真的建议说就尽量少吃牛肉。像我常常在宫庙就是有的人一靠近来我就说你杀业很重，然后或者说累世有犯了什么杀业，这个其实都是在我们的灵或者是八字上都是可以看得出来的。那阿 sa 有曾经看过动物的怨灵会看到许多信徒身上都会有动物的怨灵这个是常看到的。那很多信徒他们就常常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灾病啊，这里酸那里痛，然后信徒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然后都觉得身心难受，然后坐立难安然后原来透过灵血来观看的话原来就是譬如说有时候他可能是屠宰了过多的鸡鸭有时候可能是有一条蛇盘踞在他身上，然后可能会忽然咬他一口这是一般肉眼当然是看不到的。如果说你有学道或者是学佛或者是学灵修的方面，他也会有一种他心通的那种感觉他会知道说对方原来是业力的牵引。大家会问说吃猪肉啊，吃羊肉啊，或者说吃鸡鸭鱼肉也都是杀生，那为什么只有牛不能吃那因为呢，如果说这样整个比起来的话，牛的灵性悟性是特别高的。当然只要吃肉都是会有相对的共业，牛的灵性呢跟悟性都比猪鸭鱼这些都还要来得高很多。那动物的灵性越高呢，相对的业力当然就会比较重。那有的人会说那动物的灵性到底哪个高哪个低那一般我简单来讲就是4只脚的会比2只脚的灵性还要高，那2只脚的又会比水里游的灵性还要高。那这个是一个大概。那例如牛啊、猪啊、羊啊它们的灵性就是会比鸡啊、鸭、鹅啊的灵性还要高。鸡啊、鸭它们的灵性就又会比鱼啊、虾啊贝类的还要高。那当然还是有例外的例如说海豚，它表演，它会跟你表演亲亲啊，表演跟你互动的它的灵性也是特别高当然这是例外的。所以我们刚刚的分享然后大家就可以知道说你吃牛的那个业力真的会比其他的动物那个来得高很多。考前我不吃牛，那真的可以帮助到考运吗？那真的是可以，只是说效果是因人而异那你跟动物灵结怨多少都会对我们的运势有所影响，只是说它影响的方面是非常广泛的。所以呢，它不一定是影响你考试有时候可能会影响你车关啊，或者说身体病痛。所以呢，你说不吃牛可不可以帮助考试？那是可以的因为会少一些干扰，然后会让我们心思比较平静。所以呢，有时候我会说不吃牛可以帮助我们稳定心思。尤其呢，像有些人呢，他考试会比较容易紧张。那如果说我们有去拜拜呢，求护身符啊，然后再加上他可能不吃牛肉，他就觉得说神明都有在保护我，然后他自己的心思就会定下来，那对自己呢就比较会有信心。但是说不吃牛就能做什么都顺利吗？当然也没有那么绝对。影响一件事情能不能成，那是有很多的面向。那当然就是马的行马的灵就是也要神也要人神明帮助你，但是你自己也要透过自己的努力，然后呢相互配合才能够完成一件事情你虽然你不吃牛肉，但是你要认真去念书，然后有空的话放松心情可能我到大庙去走走去拜拜啊，或者说我到哪里
到哪里去踏踏青到户外去走一走呢，我放松心情，放松压力，这个也都是要互相配合的不是光不吃牛肉。所以呢，不吃牛肉当然可以帮助考运，但是一定要马的行马的灵都要相互配合。那我们能做的就是把自己所能够控制的，我们都把它做好。就是说，我有认真读书啊，然后我有运动啊，我去散步啊，我去放松心情啊。那一方面呢，我也有求神佛的保佑。然后呢，这样做足了功课，然后多方面的帮助，我们把自己能够做好的这方面都做好，这样子就够了。那为什么很多人吃牛肉呢，还是过得好好的？吃牛的影响呢，那比较轻微的可能就影响运气。那如果说比较重的话，可能会有血光之灾。那基本上大多数人的影响都是比较轻微的。当然也有看过说吃牛肉然后他生病了，或者说出车祸的，那但是这个是非常少的案例。这个大部分是你的命格有关就像有的人吃虾子，那有的人大部分都没什么事情，那有的人他吃到虾子然后他就会致命相同的道理。那对大部分的人来说呢，我们不吃牛肉就是不跟众生结恶缘，然后呢减少一些我们人生的阻力。那么对福德本身就很充足的人，有时候他感受到阻碍的力道就没有那么大的明显。所以说吃牛到底会不会影响运势，那其实呢多少都会有，只是说每个人影响的程度不一样，那这些都没有对错。那如果说你要来问我的话，那以我的认知呢，以我在灵学修持这么久的状况下你问我的话，我会诚实的告诉你说，我还是会建议说大家尽量不要吃牛。然后呢，我曾经有看过一个小姐她本来都一直吃牛肉，那有一天她刚好到佛堂去拜拜的时候，刚好遇到一个出家师父，就跟她讲说，你要记得你不能吃牛肉，你如果吃牛肉的话，你49岁一定会遇到一个车关很严重。然后当下她有吓到，但是她半信半疑那时候还有3年的时间她那时候虽然有点怀疑，但是他有照做，他就从那一天开始他就不吃牛肉。结果他真的他49岁的时候真的出了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车祸，可是当下他真的幸免于难，而且只是皮肉伤，他车子真的是卡在人家货车的后面，但是有一股力量帮助他，所以他后来呢，他再回到那个佛堂要找那个师父，那个师父已经不见了。他原本就非常的纳闷说，为什么他的生命当中忽然出现了一个贵人，然后忽然的提点他，然后后来呢，他才知道说，原来是三宝佛救了他。这个就是他因为他必吃牛肉，然后就避掉了一场灾难这个故事是跟大家分享。那算命师说我们不能吃牛肉，那到底是真还是假？那如果说你有疑惑，我们有整理了3个情况，你们自己大约的判断一下。那如果你有这3种情况的话，基本上你就不要吃牛肉。第一个就是命带修行。那如果说你本身就是有人告诫你你一定要修佛，一定要修道，或者说我自己看到神明，看到神佛，我就会不自觉的想要去拜他，可能会流泪，可能有一些感应这些可能就是类似有修行过，或者说有一些道缘的这些人基本上是尽量不要去吃牛肉或者是碰牛肉对自己会比较好。第二个呢，就是八字里面带有魁罡星的人，如果说有时候算命老师呢跟你说你本身命带魁罡就是所谓的魁罡就是特别聪明的，或者说有能力走大运的如果说你不吃牛肉会帮助你的运势往上提升，那如果说你吃牛肉的话，可能会让你的运势受阻所以有带魁罡的人一般基本上那个老师都会提点说你不要吃牛肉。那第3个呢，就是体质比较敏感的人。那有些人呢体质会比较敏感，然后他会感觉到说有动物灵在干扰他，或者说有什么第3空间的在干扰他，像这种人的话就尽量不要去吃牛肉，减少动物灵对他自己的干扰。有时候有的人他气场比较容易被跟，然后他自己也不知道我睡觉的时候好像都有人在看着，那有时候他只是那种感觉，可是他不知道然后这个的话就一定要尽量要少碰一些。他会有什么现象会让他可以自己察觉他是容易被跟？那就是去庙里问清楚。如果说找不到办事的人员问的话，你可以到城隍爷庙自己去问清楚，然后跋杯以跋杯为准然后祈求城隍爷让你一个比较明确的指示。那再来就是心思比较灵敏的他可以感受得到动物的灵性。我自己分享一些经验那有时候是家人就刚好身体比较不舒服的时候，会叫我帮忙煮牛肉其实我都不太愿意因为为什么？因为
我在切牛肉的时候，我都觉得我的心是会痛的。一般人呢，如果心是比较敏感的话，他都会感觉到那个动物的灵性哈。然后我们自己本身有那个悟性，那可能就是我本身有那种灵性哈。然后所以呢，以前如果长辈有叫我煮牛肉，我都会，其实我内心都非常的抗拒这是我的经验分享。那接下来呢，就是长期吃素还有长期吃荤的人的业力的差别。当然呢，吃素就是不与众生结恶缘。那就像抽烟的人一样你那个抽烟呢，然后那个烟啊，那个不好的气场一定会慢慢的累积，然后沉淀在自己的肺里面然后刚开始可能我们不觉得怎么样，但是久了长久下来的可能就会开始咳嗽啦，可能有时候会比较喘啦。那吃牛肉啊吃肉也都是差不多的概念。那我们要怎么享受美食，然后又少跟众生结恶缘呢？那像现在呢，有很多的素食餐厅都越来越好吃了。那在这边呢，跟大家介绍一个全素的卤味店，叫做苏根素食卤味。他们呢是几个年轻人一起创业，到现在已经第8年了，也开了好几家分店。我是觉得他的卤味还做得蛮成功的。一开始呢，我们是在网络上结缘，那因为呢他们有看了一些我的网络上的影片，然后在网络上私讯我，然后他们跟我接洽之后，我知道说这一群年轻人呢诚恳的，然后他们就从中部上来，然后煮了一大锅的素食卤味，然后跟我们结缘。如果说你有心自己想要当老板，那或者说你也想要提供大家一个更方便吃素的管道，他们现在有在开放加盟。那我把他们加盟的资讯放在底下连结，有兴趣的人可以自己点进去看。那基本上那个开素食餐点的，那或者说提供别人更方便吃素的这基本上都会跟人家结善缘。但是呢，大家也要自己评估这条路是不是适合我。那例如说我本身很喜欢煮东西，然后我又很想说提供一个就是让人家欢喜来结缘都来吃素食的一个管道，或者说我有吃鸡，但是我自己不会煮，然后让专业的人来煮，那一样可以提供大家呢健康吃素食的管道。那最主要还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一条真正适合自己的路。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对大多数的人来说，不吃牛肉是不跟众生结恶缘。那常常会听到人家说牛是灵性非常高的动物，这个是真的。那有些人呢体质比较敏感的，他都会感受到动物的灵性。那有些人看不到，他都觉得说那都是迷信啦。我们可以不相信，但是我们都要尊重人家。那相对的，如果说我们今天是吃素的，也要尊重其他吃荤的人。那要不要吃牛，要不要吃素，这都没有对错，一切都只是个人的选择。那影片的最后问问大家，你平常有吃牛吗？不吃牛的时候，你有感觉自己的运势变好吗？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交流分享。我是丽亚瑟，我们下次见，谢谢大家，拜拜。好，它真的很好吃，很入味。